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前不久呢，我刚刚分享了2024年度我的一些个人的总结，其中呢也提到了投资理财部分。没想到收到好多的留言哦，让我分享我看的书啊，以及我平时关注的博主，或者说我买的是哪一些产品哦。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一直不是很想展开来深入的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任何相关的从业资格，或者是任何的证书，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从业人员啊，对不对？我总觉得跟钱有关的事情说了，万一误导别人怎么办？但是留言实在是太踊跃了，可能很多人确实跟我一样吧，作为移民也没有人提点哦，对于很多投资方面的事情，确实是两眼一抹黑。我常常在想，如果10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有这么一本比较适合新移民的投资的书，或者说有人告诉我去关注一些比较靠谱的博主，或者是简单的一些投资理财的技巧等等，可能我现在的财富比现在要多个20倍都不止吧。那思来想去呢，我就想，那还是做一个长影片吧，分享一些经验教训，或者说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吧。那么今天这支长影片呢，会分成如下几个部分。第一，就是我为什么开始会投资理财的；第二呢，就是我推荐的书籍、平时听的播客以及关注的博主；第三呢，就是大家要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第四，就是我为什么不买房；第五，我为什么不买保险；第六，就是我的投资策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还是要事先声明一下啊，如下说的所有的内容呢，都是我的个人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但是呢，为了保证这支长影片的内容呢是靠谱的，我还提前去咨询了我身边2位在这方面特别有心得的小伙伴哦。这里特别感谢威廉和 Martin。我是小珍杰西卡，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在里面呢会分享我的很多同款啊、折扣啊，以及我的一些日常的穿搭技巧等等，欢迎你来玩。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那我们就开始了。我相信不少朋友会挺好奇的，哎，你一个时尚博主啊，天天让我们去买这个买那个，怎么会对投资理财感兴趣呢？那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得不，没有其他选择。我认识蛮多的女性朋友，因为她们大部分都结婚了嘛，所以她们的投资理财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般来说呢，男生在这方面呢也比较感兴趣，可能也比较擅长，所以我认识的大部分的女性朋友，整个家庭的理财都是由男生来负责的。那因为我一直是单身未婚，我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啊。我只能靠自己，再加上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现在不关注这件事情，等我老了真的得睡大街，所以我不得不关心投资理财这件事。那说实在话，我并不是很喜欢，我也不是很擅长，那硬着头皮学习了一段时间，一开始也是很 overwhelm， 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量变到质变，慢慢你就懂了。到现在呢，我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懂，不过没关系啦，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吧，每个人天分也不一样，不懂的话就多看看，多请教别人，慢慢就会懂了。那好消息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做这支长影片之前呢，计算了一下2024年我的财务的状况哦，发现呢2024年我整体的财务状况要比2023年呢要增长了，哇，48%，好开心啊！当然了，我的基数因为比较小嘛，所以即使这个百分比看上去很高，其实也不代表什么啦，但是对我来讲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那我知道呢，这个频道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女性朋友啊，个人觉得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自己去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啊。一方面呢，技多不压身啦，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靠自己是最靠得住的。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丢味十足啦，我真心是这样想的，供大家参考。第二呢，就是我的一些知识的来源了。那虽然说网上呢是有各种各样知识的，但是呢，因为我对美国的投资理财知识一开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读书呢还是一个最简单、最有系统，能够帮助我慢慢了解这一套规则的一个方法。那我这里的是推荐3本书，第一本呢我之前也推荐过，是一本叫做 Dummy 系列的 Investing， 这
这本我因为之前搬家已经送人了，我当时好像是7、8年前就读了，我还蛮幸运的是我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小姐妹给我推荐的。我当时还有点纠结，因为我英文也没有那么好，看不懂啊。那她说这个是Dummy系列吗？Dummy大家懂的就是傻瓜丛书啦，真的很简单。然后我看了一下，确实啊，没有我想的那么难。英文呢也是用的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的。其实当时看完呢，我也没有完全看懂，但是大概有一个思路。当时有一个不太好的点，就是我完全相信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里面推荐的很多的指数基金我都跟着买了。那经过这么多年实践呢，就会发现大部分还是赚钱的，但是有一些指数基金呢，我是亏钱的。所以呢，我后来也就慢慢知道了，其实这些书呢，只是提供一个知识的来源，并不是说完全100%的去相信它，还是自己要多学习、多比较。如果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呢，我觉得这本Dummy系列是蛮好的，可以作为一个入门书籍来看。第二本呢，就是这一本是我新读完的《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其实呢，我一开始也不是特别想推荐，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理念，我其实并不是100%赞同的，而且他推荐的指数基金呢，我也不是100%赞同。但是呢，整体思路是对的，而且有一些蛮好的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读的。因为这本书呢，我刚刚读完，印象还比较深，所以我就总结3个 key takeaway 吧。第一呢，就是这一页，我给大家看一下。那通过这一页呢，它就会告诉你从19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美国的股票市场一直是上升的。不用一定要看这张图了，大家网上随便搜一下就能够找到了。当然了，从每一年来看肯定是有涨有跌，美国股市也经常有大萧条啊，或者是股灾啊、黑色星期五啊等等。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整个美国的股票市场一定是上升的。换句话说呢，投资美股从长线来看呢，一定是赚钱的。第二呢，这本书再次告诉我 compounding， 也就是复利的力量是相当惊人的。所谓复利嘛，那就是利滚利，时间越久，产生的财富呢就会越惊人。那我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问了一下 ChatGPT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这个例子比如说呢，我的初始投资的本金是10万美金，我觉得10万美金对一个35岁以上的家庭来说，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嘛，因为我们华人都有储蓄的习惯假设初始投资本金是10万美金，每年投资12000美金，我就假设1个月我就投资1000美金，这个应该也不算特别的多。美国股票市场呢，过去30年平均的增长率是10%到11%左右。那我们就按照10%来算，30年之后经过这个复利，你将拥有370万美金，哇，撒花！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从30岁开始拿10万美金投资，每个月只要投资1000美金，30年之后你就有370万美金。60岁的时候，哇，这个退休生活岂不是美滋滋，对不对？当然了，这里排除了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其实呢也是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网上大家一搜 compounding calculator 就有一大把。那这里呢，因为太复杂了，我就不做解释了。我想要说明的就是复利的力量真的是很惊人我也是通过看这本书举的例子，我才深刻感受到。那第3个 takeaway 呢，就是我以前对之前还在服务的一家公司的401k 账户里面的钱呢，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或者说我害怕。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提醒了我要去及时处理里面的钱，所以就在1月头几天的时候呢，终于5年之后我 roll over 到了自己的退休账户。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早应该做了，5年前就应该做，一直拖到现在。不过呢，现在做总比永远不做要好。所以我也很感谢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这本书我觉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关于退休金、养老金的部分呢是仅限于美国。还是那句话，里面推荐的指数基金呢，我并不完全的buy in但是原理是对的，供大家参考。
那第3本书呢，就是这一本《金钱心理学》，我最近在看，还没有看完，蛮有意思的，因为它都是一个个小故事。当你已经有了财富的时候，如何守住财富，如何看待财富，跟你如何赚钱是完全2回事情，非常有意思。我相信读到后面收获越多，而且我是觉得说钱这个东西是没有止境的啦，有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 enough， 也推荐这一本。那从我关注的博主来说呢，我更推荐的是一个叫做硅谷居士的中文博主，他呢是来自文学城，这个也是我最近1年才知道的。文学城是好像海外华人都很喜欢去的一个论坛吧，在里面我真的学了好多东西啊。那我推荐硅谷居士呢，是因为他的文章非常简单明了，而且我喜欢他大道至简的投资理念哦。我最近也在重新 rebalance 我账户里面的一些基金就是受到他的启发，而且他文章的篇幅都很短啦，很容易读的，干货满满，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播客方面呢 ，Martin 最近推荐了我一个 Financial Independence Podcast， 我也刚刚开始听哦，很有意思。因为里面呢是有很多那些已经财富自由的人，但他们都要花钱请人教他们如何用钱哦。只能说呢，你知道怎么样赚钱，不一定能够 translate 到你的生活品质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烦恼吧。包括这本的 Simple Path to Wealth 的作者 J.L. Collins 呢，也上了他的播客，对谈了一下，觉得收获蛮多的，推荐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工具，那就是 ChatGPT 啦。因为我有很多英文的术语啊，或者有一些英文的东西，我也不是搞得特别清楚。其实他给我中文，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有了 ChatGPT 之后呢，我顿时在财务方面的知识就有了质的飞跃哦。你可以提问，然后要他用中文来回答你哦，非常的简单，也推荐大家经常去用。那最后呢，我再次想要强调啊，无论是书啊，还是播客等等，别人推荐的一些产品，看看就可以了，不是要100%去相信的，自己多看看，多研究，多比较，甚至可以简单的小小的去实践一下，这样的得出自己的结论，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理财的方法。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私密群，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同款，还有最新最好的折扣。因为我们赚钱也是为了更好的花钱，提升生活品质，对不对？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那第3个呢，就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投资是100%能够保本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单独拿出来说呢？是因为10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注意我说的是10年前哦，我们在大陆投资理财，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虽然说呢，银行理财产品那个时候他也会说哦，这个不是100%保本，但是实际操作下来都是100%保本的。但是我来了美国呢，才知道其实不是的。哪怕就像我前面说的，美股从这100年来看都是在上涨的，但是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投资新手的话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可以帮你赚钱的，都是有风险的。那第4呢，就是关于买房子了。大家都说中国人喜欢买房啊，走到哪里都要投资房地产啊。我也看到有不少新移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就是通过买房很快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我也很羡慕他们，但是我没有走这条路，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啦。我也分享一些我对于买房实际碰到的困难，大家可能就会更加了解我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买房。一来呢，其实是因为美国买房子的持有成本呢要比中国要高很多，因为美国是有房产税的嘛，中国是没有的。尤其呢，像公寓这种房子还会有很高昂的物业管理费，所以你的持有成本是非常的高。当然，你可以说我不要买公寓啊，我买大 house，房屋管理费就会很低，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大 house 怎么去维护呢？我是一个手比较笨的人，我不太会维护这些东西，而且我也不喜欢跟 handyman 打交道。我觉得如果我买大的 house 自己住啊，或者出租碰到问题，
我觉得我都没有办法 handle， 这是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困扰。第二呢，就是在10年前，很多中国人，就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房子会一直增值，一直会涨价的，对不对？我说的是10年前啊。其实后来呢，我到了美国，当时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讲，美国的房子并不是一直会涨价的。就拿我现在住的这个区域，纽约曼哈顿来说吧，已经20年没有涨过价了，尤其是上东区这一片，不跌价就蛮好了，不存在说房价永远会上涨这样一个神话的。第三呢，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吧，我是个蛮内向的人，我不想跟租客和中介打交道，所以综上呢，我就没有选择买房作为我当时投资理财的一个方法。只能说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人实现财务自由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都挺好的，没有说谁对谁错，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大家呢就不要盲目的把以前的经验复制到移民的这个国家，多了解了解，多打探打探哦，可能成功率会更加高一点。第5个方面呢，就是关于保险，因为有不少新移民尤其移民到美国之后，都会去买有理财功能的保险。因为有朋友问我有没有买，我没有买，有几个原因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没有买保险。其实这么说吧，如果说我有小孩的话，我会买人寿保险，但是我没有。我有妈，但是呢，因为我已经写了遗嘱了，所以就算我提前挂了，问题也不大，她也可以很好的被照顾到。因为我始终是觉得保险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保障，并不是投资理财。你要去买个保险来投资理财吧，这个给我的感觉就像我买了一个 Coach 包，但我硬要把它用出爱马仕的感觉。这个我觉得不太靠谱吧，常识告诉我，所以我没有买任何有投资理财功能的保险。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有小孩，我会去买人寿保险的。第6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啊，那就是我的投资策略了。那注意啊，我这里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不是专业人士，以下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纯粹个人分享。每个人呢，在制定自己的投资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先多问问自己，多了解自己。我自己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我的年纪是怎么样，我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是怎么样，我对金钱的渴望程度是怎么样，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些研究、调整、实践，然后得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份主业，那就是我做 YouTube， 所以我是有稳定的现金流，可以 cover 我的日常开销，还有一点点余力呢，可以用来做投资。我的性格呢比较焦虑哦，大事 handle 不了的，很容易睡不着觉，能力也有限哦，我不觉得我有能力去选择到能够一飞冲天的个股，而且我本身呢其实并不喜欢投资这件事情，我不擅长也不喜欢，我觉得很烦。我最好呢能够找到一个躺着可以不用管的投资理财的方法，而且呢我也不是特别的贪心，我觉得能够跟大盘持平我就很满意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跑赢大盘，我也不需要。另外呢，我从差不多2018-19年开始一点点投资之后呢，到现在有亏有赢吧，其中呢也是累积了一些经验，相对从里面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以下呢就是我比较倾向于的投资策略。投资什么？我投资的就是美股指数基金，最主要就是标普500哦。那大家如果看过巴菲特之前在演讲时候说的，就应该印象很深。他说过，普通人最好的选择就是拥有标普500指数基金。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那我还有一些钱呢是用来投资在纳指的，因为我觉得美国的科技呢还是大有潜力的。我之前呢也买过一些其他的指数基金，有亏有赢吧，而且因为之前不太懂，所以呢总是想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面。但是呢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发现这个策略并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我本身就是个喜欢极简生活的人嘛，所以我也受了硅谷居士的影响我也准备呢把我的投资组合更加精简一点大道至简。第二呢就是我在哪里买，我自己呢是在 Vanguard 和 Robinhood 2个地方开户的，都有一些交易买卖，但是我自己呢会更倾向于 Vanguard， 因为它的历史更长，名气更响了，所以我的养老金账户等等的全部都是放在 Vanguard 里面。当然了，市场上还是有很多选择，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用的，有很多靠谱的平台，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是这样的，我一有闲钱就投资啊，因为我时间呢会比较自由一点哦，也不是太忙，所以呢平时呢我也会去关注股票市场的表现哦。如果看到这一天股票市场有跌，小跌就小买，如果大跌就大买，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啊。如果说你平时比较忙的话，没有时间去关注股票市场，或者说也不想被股票市场短暂的起起伏伏影响心情的话呢，那我会推荐你就选择定投，比如说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二，你就可以选择去定投多少钱在某个你喜欢的指数基金上面，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大家也不用太关心股票的涨涨浮浮啦，就像我前面说的，它一定是有涨有浮，有牛市有熊市，甚至有股灾哦，但是从长远来看一定是涨的。那我的终极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只买不卖，长期持有。前面也说过了，这个利滚利复利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初始投资10万美金，每个月去投资1000美金，30年之后哦，你将会拥有370万美金哦。这个故事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现在投资的这些钱都是不会用的钱，就一直放在里面，准备到自己65岁退休的时候拿出来，哇，这时候就会很有钱啦，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锻炼身体啊，活得长一点啊，时间越长，你的这个复利效果就会越惊人。等到你到70岁的时候，人人都是大几个免脸了，好不好？好了，那这支影片呢就送给有缘的朋友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专业人士啊，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纯粹就是一些个人经验的分享。这也是我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去谈这些话题。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这样才会让我更有动力去做跟金钱、跟投资理财有关的长影片。如果说呢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另外呢，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的私密购物群，在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还有全球最新最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的穿搭技巧。还是那句话，赚钱存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苦哈哈的生活，反正我会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活着已经挺不容易挺累的啦，不要为了30年之后所谓的退休生活而 sacrifice 现在。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